尿毒症是拖出来的，提醒两个地方发臭或是肾脏在求救。涛涛在高考前医院体检时显示尿蛋白升高且有血尿，但是涛涛感觉身体没有任何异常，这个结果并不影响高考报名，也不影响大学的录取。医生和他讲之后要来医院做全面的检查，他也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和父母讲这件事。高考结束后，涛涛如梦考上了自己的理想学府，一切都顺利的进行着。最后涛涛通过努力考取了向往已久的研究生的院校，本是全家都喜上眉梢的事情，却被突如其来的病情打破。这天涛涛突然感到胸闷，双下肢肿胀，小便很少等症状，于是父母陪其来到市人民医院，医生立马进行了血和尿的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血肌酐850 UmMl， 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毫升，min， 尿液中含有大量蛋白质。结合现在的水肿和少尿的情况，医生开出了做肾穿的医嘱。肾脏穿刺后，医生诊断为尿毒症早期。涛涛也回想起自己在高考体检时，医生有提醒过他尿蛋白升高，且有血尿，之后来医院做全面体检，他却没有放在心上，后悔莫及。最近他也有感觉到自己嘴巴总是有异味，即使早晚都有刷牙，还是口臭严重。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是肾脏的问题，以为是单纯的上火，多喝水后还没有改善，他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涛涛和他的家人觉得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涛涛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到手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还没有捂热，还没有去新学校报到入学，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想到这些，全家人都悲痛欲绝。为什么4年前涛涛在体检时，医生就提醒出现尿蛋白升高和血尿，可是身体却一直没有症状，而4年后才会有所表现呢？尿毒症真的是拖出来的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1. 尿毒症是拖出来的。研究表明，尿毒症患者出现逐年增长和年轻化的情况，每年新增的需要做透析的尿毒症患者超过10万人。我国慢性肾病的患者有 1.3 亿人，但是其中发展为尿毒症的患者就有3000万，而且大多数人是在自己患慢性肾病后不加以注意和改善，最终病情恶化为尿毒症。可见人们对于肾病的关注度和了解度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人们在慢性肾病时不会发现身体的异常？我们来一起看一下。1. 什么是尿毒症？尿毒症是由许多慢性病症，如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肾病等疾病发展而来的。这些疾病在初步阶段不会有严重的身体表现，只是去体检时会出现血液和尿液的异常。之后不积极控制和治疗，逐步发展成为慢性肾衰，随着病情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逐步发展到慢性肾衰终末期。而我们的肾脏又是一个极其神奇的器官，即使是在生病后依然继续工作，以至于很多肾脏初步出现问题的患者不会发现自己有异常，等到了出现肉眼可见的异常时才进行就医，可为时已晚。2. 慢性肾病到尿毒症的5个分期。从慢性肾病到尿毒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5个时期。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第1个时期是会出现肾损伤，但是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还是正常的，此时肾小球滤过率90毫升 min， 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尿液和血液的检查才会发现，会有大量蛋白尿、血尿、高血压等的情况。第2个时期是肾小球滤过率稍有降低，此时肾小球滤过率为60到90毫升 min， 出现血尿、蛋白尿，还会有肾脏形态和功能的改变。第3个时期是肾小球滤过率中度降低，此时肾小球滤过率30到60毫升 min， 处于此阶段的患者居多，大多有血尿、蛋白尿、肾形态的改变等症状。第4个时期是肾小球滤过率重度降低，此时肾小球滤过率15到30毫升 min，此时肾脏已出现不可逆的损伤，患者也出现了多种并发症。第5个时期是肾衰竭，此时肾小球滤过率15毫升 min， 已经发展成为尿毒症，身体的症状更为严重，需要进行透析或者换肾才能挽回生命，否则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所以我们每年都要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以便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并及时做出相应的治疗。且在身体出现小的异常时，一定要及时就医，
以免因委托而发展成更大的疾病。案例中的涛涛因委托将身体直接拖成尿毒症，全家后悔，所以我们应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在尿毒症的肾脏出现问题后，身体会向我们发出哪些求救信号？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2. 两个地方发臭，或是肾脏在求救。很多人认为皮肤或是泌尿系统出现臭味，可能是身体缺水上火导致的，殊不知肾脏出现问题也会发出这2种信号。第一个，口中有臭味。医生表示，口臭很大程度上是口腔出现的异常，而肾脏、肝脏、肺部、胃部等出现问题时，口腔也会出现异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肾脏出现问题会出现口臭。我们身体的绝大多数毒素都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而肾脏出现异常，肾小球滤过功能降低后，毒素将聚集在体内不能排出，这些毒素将会通过弥散作用，通过血管进入肠道内。肠道内通过尿素酶的作用会将毒素分解成为氨，过多的毒素进入肠道，随之产生过多的氨，这些氨无处排放，将会随着口腔排出，所以会出现口臭。同时，尿毒症患者出现小便减少，身体内的水分不会流失很多，较少感到口渴，且因身体排出困难、水肿等原因会限制水的摄入，所以很多细菌会在口腔内聚集，引起口臭。免疫力低的患者可能出现牙周的疾病，也会导致口臭。所以，当口腔中出现异味，在多喝水和勤刷牙的情况下，也不能改变这种症状时，就应该及时就医，观察是否是肾脏或者是其他部位的疾病。第2个，尿液有异味。一般情况下，尿液量的多少、颜色的深浅都会直观地反映出肾脏的变化。正常人的尿液呈淡黄色，澄清透明，会有淡淡的氨臭味。尿液不同的臭味会反映出不一样的疾病。尿液中有严重氨味或者臭味，是因为肾脏的排泄和重吸收功能都有很大程度的损害，血尿素氮的水平明显升高，所以尿中含有大量的尿素氮，当尿毒症时排出的尿液比较少，而尿素氮所占的比重较大，所以味道较浓，出现严重的氨味或者臭味。这种味道类似于化肥味，会呛鼻，且排尿后这种臭味迟迟不能消散。这种异常的味道已经在提示身体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治疗，如果继续拖着，会出现少尿甚至无尿的症状，只能通过透析或者换肾来维持生命。所以，在发现排出的尿量减少和尿液出现异常味道时，及时就医。此时就医对疾病有很大挽回的可能，一直拖，病情会更加严重。综上情况，我们得出口中有异味和尿中有异味都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肾脏出现问题的信号，我们应及时关注并及时就医，以免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除了上述异味，还有哪些症状？我们一同了解一下。3. 尿毒症出现，身体还会有哪些症状？上文中我们谈及了身体发出口臭、尿臭2个部位的异常，肾脏出现异常还会有哪些症状来提醒我们？肾脏出现问题时，还会出现尿液的泡沫增多的情况，这是因为肾小球的滤过功能下降和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损坏，导致尿液经过冲击变成大量的泡沫，而正常人在排尿后的泡沫是很少的，即使有也会很快消散。同时也会出现口渴需要饮用大量水，却排尿很少的情况，这是因为体内水钠潴留，钠离子不能及时排出，细胞内的水分少，引起口渴，而在饮水后，由于肾脏功能异常，不能将过多水分排出，就会出现尿少和水肿的症状。所以，不管身体内出现哪些微弱的变化，都应该及时关注。出现这些问题究其本质，都是一开始的小病不在意，最后酿成大祸。如果在简单的肾炎或是肾病时就引起关注，将疾病扼杀在摇篮里，将不会最终发展成为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或者换肾来维持生命。这不仅需要大量金钱的投入，还需要生命的代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要做到按时体检，及时发现身体的异常，规律饮食，多吃健康蔬菜和水果，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多锻炼身体，多运动，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熬夜，不抽烟，少喝酒，让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案例中的涛涛在体检时，医生发现尿液异常，并向其发出信号，嘱咐早日进行全身体检，但其未放在心上，
一忘就忘了4年之久，之后身体出现更严重的症状，才回忆起之前医生的叮嘱，可为时已晚。正值青春最好的年纪，正是追求自己理想的时刻，却身患重病，不能继续深造，只能在医院养病。之后的花费和生命都是一个未知数。尿毒症不仅是个人之痛，更是家庭之痛、社会之痛。如果身体出现了口臭、尿臭等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毛病，也一定要引起重视，以免小病发展成为危害生命的大病。同时，尿液有其他方面的异常和喝水出现异常，也都应该关注，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